父皇找回流落民间的公主，他将会夺走我的一切。没想到，最关键的那个人，父皇觉醒了，成为手握剧本的男人。然后，护国长公主的封号、最华美的公主府，还有父皇眼里最好的驸马人选，父皇通通都给了我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，我是最受宠的公主。直到父皇找回流落民间的公主，我才觉醒。原来我是画本里的恶毒女配，女主是从民间找回的朝阳公主。父皇母后对她心怀愧疚，加倍疼爱。我嫉妒朝阳，处处与她作对。最后，我成了最不受宠的公主。父皇母后都对我非常失望，把我远嫁外族和亲。外族暴乱时，我不但惨死，而且尸体被挂在城墙上暴晒了3天。为了好好的活着，我决定不跟朝阳抢任何东西。我还要早点把自己给嫁了。御花园里，我偶遇朝阳，他笑意盈盈地说：“皇姐，母后赐了我一只步摇，好看吗？”好看。如果是觉醒前，我会嫉妒，但现在除了一丝心酸，我内心很平静。朝阳拿下步摇递到我面前，我疑惑的没有去接，他硬往我手里塞。突然，他面露哀色，步摇落地，摔坏了。母后急步走过来，不问一下就大声斥责我：“昭人，你在干什么？这只类丝莲花红珊瑚步摇是本宫专门让司贞房为朝阳打造的，你竟敢摔了！这是最疼爱我的母后，以前从未指责过我的母后。”我的那丝心酸好像扩大了一点。哦，对了，朝阳才是母后的亲生女儿，而我只是宫女所生。她因父皇一夜临幸而有了我，生下我后就撒手人寰了。我自幼被母后养大，母后对我视如己出。可是现在母后的亲生女儿回来了，我也应该认清自己的位置了。更何况还有画本子给我的警示。本宫说的话，你到底有没有听进去？母后的表情是对我从未有过的严肃。听进去了，而臣知错了。我心中惶恐，还有几分悲戚。朝阳温声软语：“母后，昭人皇姐不是故意的。母后赐儿臣的步摇这么漂亮，皇姐想看看。儿臣递给皇姐的时候没有拿稳，这才摔了，是儿臣的错。”说罢，他便掩面啜泣，我见犹怜。母后连忙哄他：“不关你的事，母后命司贞房连夜打造一只更好的步摇给你。”谢母后，母后对儿臣真好。朝阳眼里噙着泪，却悄悄地对我翘起嘴角。我掩耳盗铃似的在心里反复告诫自己，朝阳不是故意针对我，为了活命，别去惹朝阳。惹不起，我还躲不起吗？母后对朝阳说：“你是从母后身上掉下的一块肉，流落民间吃了这么多年苦，母后心疼死了，只想对你更好，更好。”我的心就好像被人拧了一下，疼。但是我比不过朝阳，更没资格跟他比。画本里的我出生为自己辩护，母后不仅罚我禁足抄书，而且还当众打了我一巴掌。这次我认栽，不辩白，更不顶嘴。母后罚我禁足半月，但5天后就是琼林宴。在画本里，我偷偷溜出去，一见探花郎误终身。新科探花郎就是男主。我为了个男人更加做天做地，还因为在禁足期间出去，我又被母后罚了。此刻想到画本子里的事情，我不禁摸了摸脸颊，没被打依然疼。更让我不解的是，我为什么会移情别恋？我喜欢的人不是那个从小和我一起长大的程子瑶吗？他不是去从军了吗？怎么一直没在画本里出现过？我打算趁着禁足之际先躺平半个月。我刚坐下喝了半盏茶，就有内侍来传旨，父皇宣我去养心殿见他。以前我恃宠而骄，敢拖拖拉拉的，还敢抗旨不去，但现在我不敢耽搁了。我赶到养心殿时，内侍总管李公公正焦急地从殿内疾步而出，一见我就惊喜地跑过来：“公主来了，快进殿内，皇上正着急要见您呢。”出什么事了？确定要见的是我，不是朝阳吗？我边走边问，不等李公公回答，就已经急忙跑进殿内，奔向父皇。虽然画本里的父皇把我远嫁和亲，但这10数年来，父皇对我的疼爱是真真切切的。父皇眼含热泪，声音哽咽：“昭人，
朕的宝贝女儿，你受苦了。我不知道父皇为何突然如此，只知道此刻我禁不住鼻头一酸，努力睁大着眼睛不让眼泪落下。父皇温声哄着我，仔细看我的脸。你母后有没有打你？有没有罚你禁足抄书？你别怕，有朕在，没人能冤枉你，伤害你。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，恍惚间，以前那个疼爱我的父皇好像回来了。我尝试着缓缓说道，儿臣没有摔朝阳的步摇。朕相信你。父皇红了眼眶，目光却异常坚定，眼底还闪着我不太看得懂的神色。随后，他吩咐内侍去司针房传旨，打100支步摇让我摔着玩。我怔怔地愣在原地，受宠若惊。父皇，儿臣不喜欢摔步摇，儿臣没有那个兴致。父皇满脸宠溺，你想要什么，父皇都会给你，步摇就赏你玩了。我有些晕乎乎的。父皇和话本子里说的不一样，即便多了个朝阳公主，父皇也还是愿意宠我。父皇突然感慨，人这一辈子一眨眼就过去了，应该珍惜当下。我静静地听着，只觉得父皇整个人变化很大。父皇让我陪他去御花园走走，他说他已经很久没这么惬意过了。可是就在昨日，父皇和母后朝阳一起在御花园散步赏花。不多时，我们就遇见了母后和朝阳。母后对父皇说，朝阳进宫已有7日，该为他赐个封号了。父皇问，皇后有何看法？母后眼里的笑意更胜了几分，朝阳是我们唯一的嫡公主，当得起护国长公主的封号。父皇点了一下头，却说道，长幼有序，况且昭人记在皇后名下，可封为护国长公主。不仅仅是母后和朝阳愣住了，我也是。父皇是不是说错了？我不敢问，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在话本里，父皇封了朝阳为护国长公主，把她捧在手里怕摔了，含在嘴里怕化了。母后蹙着眉头说，朝阳流落民间15年，皇上说过要尽可能的补偿她。父皇也蹙了一下眉头，面色严肃道，朕派人接朝阳回宫，当众宣布她的身世，赐名朝阳，封为公主。朝阳，你自己说，你有何不满？最后这句，父皇是对朝阳说的，语气里透着严厉。朝阳诚惶诚恐而又善解人意，儿臣没有不满。能够承欢父皇母后膝下，让儿臣尽一尽孝心，儿臣就已经心满意足了。母后感动地抱住朝阳，我的儿，你是个懂事孝顺的好孩子。父皇极轻地斥了一声，声音里的不悦几乎要溢出来。昭人从小懂事孝顺，皇后可曾看见？母后怔了一下，还想挣扎。昭人与朝阳终究是不同的。是啊，朝阳才是母后的亲生女儿，而我只是个宫女生的。父皇依旧点头，虽说都是朕的女儿，但昭人是皇后一手带大的，皇后对昭人应该更了解些。朝阳才回宫短短数日，还需要多相处才能够更了解。母后表情僵硬，不待她继续往下说，父皇就吩咐李公公，你旨，昭人书慎性诚，勤勉柔顺，克贤内则，淑德含章，朕心甚慰，封为护国长公主。我怎么也没有想到，父皇就这样把封号给了我。喜从天降，我愣愣地跪拜谢恩。母后表情僵硬，看我的目光格外复杂。可是就在朝阳被找回之前，母后还说我是所有公主里面最像她的，就连轮廓和眉眼都长得像。这也是她当初把我抱过去养的原因。而如今她看我的眼神却变得陌生和疏离了。话本里提到过，母后始终心疼自己的亲生女儿，认为我鸠占鹊巢，占了原本属于朝阳的一切。其实我能理解母后。此刻我尽可能地收拾好心情，不喜不悲。而母后的好女儿朝阳，嘴上说着祝贺我的好话，眼底却透出妒忌与恶意。1天之内，我经历了大起大落。母后不愧是皇后，即便对我受封不满，也还是在保和殿举办家宴为我庆祝。席间，朝阳举杯向我祝贺，朝华妹妹笑得天真烂漫，朝阳皇姐温柔大方，连封号都让给昭仁皇姐了。瞬时，其他兄弟姐妹笑容凝固，看上去似乎都想退避三舍。如果不知道话本里的内容，我也会只当作朝华年纪小不懂事。但话本里明确地写出，朝华的母妃也是宫女，她从小就妒忌我能被母后抱养，
被父皇宠爱。自从朝阳进宫后，昭华便攀附上他，表面无知，背地里算计着人。朝阳扑哧一声轻笑，温温柔柔的，像江南的微风细雨一样。昭华妹妹最爱开玩笑，是昭人皇姐克令克柔，应得的。她笑得人畜无害。我也弯了弯眉眼，郑重其事地说，承蒙父皇错爱，昭人受之有愧。唯有学习父皇的宽仁睿智，母后的端庄淑敏，方能不辜负父皇母后的厚望。话落，几位已经上朝参政的皇兄首先表示认同，夸赞我明理懂事。宫里的人惯会见风使舵，我这几位皇兄更是其中的翘楚，谁对他们最有利，谁就是他们的好皇妹。席间，昭华扬声说，启禀父皇母后，儿臣新学了一首曲子，想弹奏助兴，恭贺昭人皇姐。父皇犹豫了一会儿，继而才道，准。在话本里，昭华表演了一段磕磕绊绊的抚琴，再配上他古灵精怪的鬼脸，惹得父皇龙颜大悦。随后，朝阳也抚琴一曲，余音绕梁，惊艳了所有人。他流落民间，听说从小就干粗活，但依然保养得肤如凝脂，手如柔荑，而且琴棋书画学得样样精通。我挺佩服，也挺好奇。在昭华弹出乱糟糟的声音后，我抽回思绪。他吐了吐舌，做了个鬼脸。但奇怪的是，父皇黑着脸，并不高兴。昭华慌乱请罪。父皇沉声道，昭华懈怠不恭，不思敬仪，从即日起禁足1月，望尔今后诚心悔过。昭华吓得花容失色，连忙伏地求饶。父皇却只是挥挥手，示意内侍把他带下去。昭华急道，是朝阳皇姐让我当众抚琴的。母后终于出声，还不快把昭华公主带下去。昭华被带下去后，朝阳渲然欲泣。启禀父皇母后，儿臣只是说过，自家姐妹不分彼此，一起学习琴棋书画。没想到昭华妹妹能如此曲解儿臣的意思。母后点头安慰她，你刚回宫，不习惯，很多事情还看不透。父皇却是冷声说，朝阳如果不习惯住在宫里，可以搬去行宫。母后的表情从震惊到愤怒，再到委屈，朝阳才刚被找回，臣妾舍不得他。父皇冷哼了一声，脸色很黑。待看向我时，父皇瞬间露出慈爱的目光，温声说，今日既是家宴，也是为昭人祝贺，昭人有没有什么要对父皇表示的？说这话的时候，父皇的眼神一直往琴上瞟，那意思已经十分明显了。我硬着头皮说要弹琴给父皇听，谁不知道我的琴艺是所有公主里面最糟糕的一个，我弹得更加磕磕绊绊，比昭华还不如。就在我迎着四周同情的目光，忐忑地准备接受惩罚之时，父皇不疾不徐地说道，昭人要学的东西太多了，琴艺不精，以后就不学琴了。我又被父皇的这份宠爱砸得晕乎乎的，好想替其他人问一句，父皇你是不是昧着良心说瞎话了？在无数羡慕嫉妒的目光里，有一道格外灼热。琼林宴如期而至，父皇一大早就派人送来了几样机关小玩意，有9连环、鲁班锁等。小太监传达父皇的旨意，让我凭借自己的本事在3天之内全部解开。我整个人都蒙圈了，搞不明白父皇究竟有何用意。直到陈嬷嬷叹气，公主，琼林宴就快要结束了。除了被禁足的昭华公主外，其他公主都过去了。琼林宴上可以见到新科状元和进士们，说不定公主还可以从中选个驸马。我突然有个不成熟的想法，父皇是为了阻止我去琼林宴，才弄了这些玩意儿来为难我。但是父皇有必要这么委婉吗？他只需要一道圣旨即可。琼林宴结束后的第2天，父皇身边的小太监来传了句话，凭自己找到能够解开机关的人，也是一种本事。闻言，我更加肯定了之前的猜想。父皇只是想阻止我前去琼林宴，但他因为某种原因不能明说。找人帮忙解开机关后，我立刻去向父皇复命。路上，我看见朝阳和一名年轻男子在亭子里对弈。内侍说那是新科探花郎顾斐。我好奇地看了一眼，那人面如冠玉，眉若朗星，不愧是画本里的男主角。但是外臣和公主怎会单独在一起下棋？难道这就是画本男女主的特别之处吗？我甩甩头，懒得费这个心思。
来到御书房外时，丞相等几位重臣刚好沉着脸走出来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只怕父皇此刻心情不佳。但事实上，我想多了。父皇见到我，满脸慈爱，笑容祥和。他还说要为我选个最好的驸马，真是瞌睡了就递枕头，正合我意。我要早点把自己嫁出去，避免和亲后的凄惨结局。太傅家温润如玉的大公子，丞相家风流倜傥的小少爷，还有那鲜衣怒马的小将军。父皇说任我挑选，在他的眼神鼓励下，我说出一个名字：程子尧。话落，父皇沉了沉眸，狐疑地看着我。我低垂着头，虽然内心惶恐不安，但并没有改口。我很清楚自己想要的驸马就是程子尧，那个从小和我一起长大的人。良久，父皇才出声：你的驸马必定是要最好的。父皇这边刚说要为我选驸马，母后那边也说要为朝阳选驸马。父皇母后一合计，就要考究年轻子弟的课业，不说出身背景与骑射武艺，就说相貌与才学，比顾斐优秀的世家公子比比皆是。话本里即便没有程子尧，我也不应该眼瞎到那个地步。我禁不住怀疑那话本子有邪术，能让人做出违背本心之事。散场后，父皇母后一起问我和朝阳的意见。朝阳端庄大方地说：儿臣全凭父皇母后做主。接着他小声地补充了一句：金科殿试头3名也都挺好。说完就露出一副娇羞的模样。头名状元黑不溜秋，次名榜眼年过半百，唯有第3名探花年轻英俊。母后也与宠溺地笑着说了一句，点着头就要成全朝阳。按照话本，此刻我就应该跳出来跟朝阳抢男人，但是好端端的我为什么要移情别恋？父皇目光复杂地看着我问道：给朝阳与新科探花顾斐赐婚，昭人有何看法？话落，母后半眯着眸子，暗含警告地看我，朝阳看我像有深仇大恨一样。我诚恳回道：回禀父皇，儿臣认为朝阳妹妹知书达理，真敬贤淑，探花郎玉树临风，卓尔不凡，实乃佳偶天成，没有理由反对，是不是？求快让他们成亲。我怕我会中了那话本子的邪术。父皇没有为朝阳和顾斐赐婚，当然也没有给我赐婚。选驸马一事就这么搁置了下来。昭华解除禁足那天，朝阳约公主们一起去打马球。在我还没想到推辞的借口时，父皇派人来叫我过去，正好替我解决了这个麻烦。在话本里，有一次朝阳约大家打马球，我骑着马撞了朝华，让朝华腿脚受伤，养了3、4个月。从此我骄纵跋扈的恶名到处传扬。我心情愉悦地来御书房见父皇。公主，皇上和几位大人正在议事，让您就在附近玩耍。李公公一边说，一边指给我看旁边的躺椅与摆放了茶点的小桌子。我抽了抽嘴角，第一次在御书房外面见到躺椅什么的。我想了想，问道：李公公，父皇最近有没有什么特别奇怪的地方？李公公起初不肯说，被我缠着追问后，左右看了看，犹犹豫豫道：皇上最近偶尔张了张嘴，却什么都没说，然后一阵懊恼或者叹气。我满脸问号，莫非父皇有不能说的烦心事？我躺在御书房外的躺椅上，看着天上的那朵云，莫名觉得很像程子尧身上佩戴的荷包。那个荷包是我亲手绣的，绣了祥云图案，里面放着护身符，以期保佑他平安归来。突然，扑哧一声轻笑在我耳边响起，公主傻笑起来，更像只傻兔子了。闻声，我怔怔地转头看过去，只见我思念的人正笑意盈盈地望着我。思念他，已经思念到出现幻觉了。我轻轻出声：子尧。公主，臣回来了。程子尧深深地望着我，眼神缱绻温柔。我噌的一下从躺椅上站起来，因为起得太猛，不慎向后跌去。程子尧稳稳地扶住我，蹙着好看的眉头说：公主这么迷糊，以后可怎么办？一回来就嫌弃我。我扁了扁嘴，气呼呼地推开他，远离他2步。只听他面不改色地接着道：以后公主可不能离开臣身边，不然臣不能及时扶住公主。我听见了2个人的心跳声。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我，目光专注而认真，缱绻的情意蓦地萦绕在我们之间。突然，
我的视线落在他腰间，怔了一下。你出发去边关前，我送你的那个荷包呢？他微微弯了一下唇角，从怀里掏出一个旧荷包，再从旧荷包里拿出了我绣的那个。我这心情就跟着一上一下。我期待地问道：怎么不佩戴，放在另一个荷包里？我怕弄脏弄坏了。闻言，我心里更加欢喜。就在这时，朝阳与朝华走了过来。朝阳的目光停留在程子瑶身上，我侧移一步，刚好挡住他看向程子瑶的视线。话本里没有提到过程子瑶，我要事先扼杀别人抢走程子瑶的一丝丝可能。朝阳挑了一下眉头，意有所指道：姐妹们刚打完马球，听说昭仁皇姐一人在此，我与朝华妹妹便想着过来陪伴皇姐，没想到原来皇姐是有人陪的，不是一个人。我把眉毛往上一挑，笑道：有这么多内侍和侍卫在呢，我当然不是一个人，比不得朝阳妹妹和顾大人花前月下时四下无人。我更想说，找你的探花郎顾斐去，别来打扰我和程子瑶，好吗？朝阳表情僵硬，眼底的憎恨稍纵即逝。他嫣然一笑，说道：上次父皇考究勋贵大臣家年轻公子们的课业，皇姐不知道看中了哪位，想求父皇赐婚呢？朝华一脸惋惜的附声：可惜那日我不能去，不能看见昭仁皇姐看中的人是何英俊模样，也不知道比之成将军如何。我痛心疾首，本宫怎么也没有想到，两位皇妹竟是如此思春，把赐婚想看男人这些话挂在嘴上，本宫这做姐姐的为你们感到羞耻，感到担心。你……朝阳与朝华怒瞪着我，但都很快就收起情绪。朝阳眼里噙着泪，委屈地说：皇姐误会了，怎能这样想妹妹呢？朝华立刻接话，好似大义凛然：程将军，你评评理。我哼了哼，危险的半眯起眸子。只要程子瑶说错一句话，我就跟他没完。回禀朝华公主，臣方才走神了，没听完整，只听见昭仁公主说，做姐姐的为妹妹感到羞耻和担心。昭仁公主蕙质兰心，深明大义，对两位公主手足情深。程子瑶说的满脸诚恳，眼睛不带眨一下。朝阳与朝华沉着脸，我弯起了唇角。子瑶说的不错。父皇走出了御书房，远远的可以看见几位大人离宫的背影。父皇冷着脸看向朝阳与朝华：你们来御书房见朕，有何要事？朝华眼里噙着泪光，默不作声，看上去就是一副小可怜模样。朝阳撒娇似的说：启禀父皇，儿臣看见昭仁皇姐，是来看昭仁的，已经看到了，你们跪安吧。父皇打断了他的话，满脸的不耐烦。朝阳与朝华不得不退下，眼底是如出一辙的记恨与不甘。而我和程子瑶则跟着父皇走进御书房。父皇冷哼一声，看程子瑶的目光比刚才还沉，还复杂。他说：子瑶，朕命人把程府重新修建过，你刚回京，先休息数日。臣谢主隆恩。程子瑶幼时，他父亲战死沙场，母亲病逝，只留他一人。父皇怜恤他，派人把他接到宫里，和皇兄们同吃同住。皇子成年后出宫建府，程子瑶更应出宫。父皇的安排合情合理，只是我的心里有些不舍。他出宫后，我们见面的次数就会变少了。父皇让程子瑶也跪安，我下意识地目送他离开。程子瑶对我微微一笑，眼神安抚我，好像在说：我们明天见。人已经走了，还看？父皇的声音拉回了我的思绪。我微微垂眸，乖乖听训。接着，我看见父皇张了张嘴，却什么也没说出来，而后重重地叹了口气。果真如李公公所言。我担忧地问：父皇可是有烦心事，不知儿臣能否为父皇分忧？父皇目光锐利：昭仁，朕把程子瑶从边关召回来，是，总之你离他远点。父皇中间没发出声的，似乎是说程子瑶的不好。我实话实说：父皇，儿臣不明白。父皇一阵烦躁，不是对我，像是对他自己。他真的变得好奇怪，就好像只要说出什么事，就会被一种不知名的力量给屏蔽似的。父皇严肃地对我说：程子瑶能不能做驸马，有待考察。我怔了一下，难道父皇查到程子瑶背地里干坏事了？可是
怎么可能呢？这段时间，父皇查办了朝中不少大臣。如果程子尧真做错了事，父皇大可以把他也直接查办了。我认识的程子尧，从小以他父亲为榜样，将忠君报国刻进了骨子里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和程子尧各种遇见，但每一次我们还没说上半句话，就会有人冒出来分开我们。我知道这是父皇的手笔。直到那天，我听说程子尧去了御书房，就赶过去和他见面。李公公在御书房外看着我，眼神躲闪。我心中不安，闯了进去，刚好看见程子尧服下一粒黑黢黢的药丸。我顾不得父皇在场，急道：“子尧，你刚才吃的是什么？”程子尧微笑着说：“是补气血的。边关苦寒，毕竟不能跟京城比。”我急着要传太医，但程子尧说他皮糙肉厚，又吃了药，不碍事。我狐疑地看了看他，又看了看父皇。父皇说：“还没嫁呢，就胳膊肘往外拐。”我忙道：“父皇是君是父，而臣的胳膊肘首先拐向父皇。”父皇满意了，说要给我和程子尧赐婚。惊喜之余，我还有几分不解，父皇的态度怎么又变了？我狐疑地看向程子尧，他对我温柔的微笑，眼里闪着细碎的光，亮如星辰。也罢，他们不说，我也不问了。只要我们初心不改，一直在一起，话本里的事情不会发生就行。父皇说要为我在皇宫附近选一处地方，建造一座最华美的公主府。赐婚后，程子尧领了一份闲职。本朝有规定，驸马不能掌实权。程子尧说能够和我一起平平静静地过完一生，他就知足了。有他这句话，我就什么都不怕了。公主们又一起约我玩，都是亲姐妹，我也不便每次都拒绝。昭华提议去鲤鱼池喂鱼，我瞬间想到话本里的一段剧情。鲤鱼池为了方便宫中主子们喂鱼，只修了浅浅的围栏。我们喂鱼时，不知哪个撞了我，我恶毒地拽着身边的朝阳一起落入池中。父皇说我生性顽劣，母后说我不懂孝悌。我着凉病了一阵，无人来看。听说父皇要为朝阳和顾斐赐婚，我拖着病体做天做地，可劲地作死，不但丢尽了脸面，而且还被父皇母后狠狠地惩戒了一番。想想那话本里的描述，我就禁不住浑身一哆嗦。到了鲤鱼池后，公主们争先恐后地去喂鱼，我远远地躲着。朝阳走近我，柔声问：“昭仁皇姐怎么不和姐妹们一起喂鱼？是不是我们做错了什么，惹得皇姐不高兴？”昭华接着道：“我禁足期间反省过，我之前说错话，不该说朝阳皇姐温柔大方地把封号让给昭仁皇姐。”她咬了咬下嘴唇，眼眶微微湿润，看上去楚楚可怜。知道自己说错了话就别说。父皇又及时出现了，不知怎的，我竟不觉得奇怪了。众人行礼，不敢妄动。父皇说：“昭华不思悔过，意图挑拨姊妹感情，禁足3月。”昭华扑通一声跪下，开口解释，求父皇饶了他。他转而向朝阳求助，朝阳甚至不与之对视。他又向我求救：“昭仁皇姐，妹妹知道错了，妹妹再也不敢了，求皇姐替妹妹向父皇求情。”父皇瞪着我，好像说不许求情。我不疾不徐道：“知错能改善莫大焉，然做错事就应当承担责任。”父皇明察秋毫，奖罚分明，是天下臣民之幸事。昭华妹妹，不是皇姐不愿意为你求情，而是还没想到求情的理由。不如诸位妹妹告诉我。说最后这句的时候，我的目光扫过所有公主，她们微微低着头，避开我的视线。父皇把我带离危险的鲤鱼池，叮嘱道：“昭仁切记，不可靠近任何水池，尤其是鲤鱼池。”说完，他还嘱咐李公公派人去把鲤鱼池的围栏加高加固。我狐疑地问：“父皇，您是不是觉得儿臣会在鲤鱼池出事？”父皇怔住，张了张嘴，又没发出声音。我大胆地将御笔递给父皇，父皇可以写出来。父皇看我的眼神似乎有赞赏，也有无奈。他很快下笔，写在纸上的却是一团黑黢黢的涂鸦，没有一个字。我之前那个不成熟的猜想升级了。父皇，您是不是知道未来会发生的事情，但是不能说不能写？父皇惊喜地看着我，不停地眨着眼睛。
我瞬间明白了，父皇也觉醒了，也知道内画本子里的事情。可我又疑惑了，父皇既然知道，为何还要对我这样一个恶毒女配如此宠溺，反而疏远了女主？画本女主是父皇母后嫡出的朝阳公主，在画本里被形容的温柔善良、聪慧过人、机智果敢。父皇张了张嘴，想说却说不出来，最后化为一声叹息。难道那个画本还有第二册？在我死后，还发生了让父皇难以接受的大事。我半真半假地告诉父皇，我做了个梦，遇见了未来的事情，被父皇母后不理解，远嫁和亲后被虐待，就连死了之后，尸体还被挂在城墙上暴晒。说着说着，我就禁不住红了眼眶。还有程子瑶，他整个人就像消失了一样，画本里根本就没有他。说到他，我更觉委屈了。父皇却是吹胡子瞪眼，似乎对程子瑶很有意见。我眨巴眼，想到一种可能，父皇，是不是我死了之后，程子瑶就出现了？父皇拼命眨眼，我猜对了，他干坏事了。父皇眨眼，他干了什么？父皇不能说。我们父女俩不约而同地无奈地叹气。父皇对我说，过不了多久，朕就可以提前解决掉麻烦。总之，在此之前，你先避着朝阳。我点头答应。朝阳是女主，父皇不说，我也尽可能地避着。父皇是95之尊，连他都要花点时间才能解决的麻烦，我不敢瞎掺和。这天，我向母后去请安，母后留我陪她多说说话，还让人做了我最爱吃的糕点。这样和颜悦色的母后，我好像已经很久没见过了。我留下来陪她，跟她说我看过的闲书和听过的趣事，恨不得把所有能逗她笑的事情都说一遍。母后听得入神，时而点头，时而提问，我们有说有笑，我心中欢喜极了。直到朝阳过来，母后瞬间收起笑容，对我冷着脸，看向朝阳的目光却格外慈爱。朝阳眼底透出轻蔑，皮笑肉不笑。昭仁皇姐方才与母后说了什么，能让母后开怀大笑？不如也说给妹妹听听。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我发现朝阳也好像变了个人似的。迎着母后严厉的目光，我把方才的笑话再讲了一遍。朝阳似笑非笑，有趣极了。我向母后跪安，准备离开，躲得远远的。但朝阳拦着我，似乎非要把我留在母后宫中不可。我不知道他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，只是本能般地感知到危险。我硬要离开，然后被侍卫强行拦住。母后的寝宫外，不知何时多了许多陌生的侍卫。我机不可察地蹙了一下眉头。母后露出惊讶的表情，大声斥道：怎么有这么多侍卫？谁允许你们在这里的？朝阳笑着说，宫中侍卫的职责就是守卫皇宫，保护父皇母后。母后就别管他们了，我们母女说说话，昭仁皇姐也快过来。我瞥了眼寝宫外的侍卫，三步一岗，个个眼神锐利，尤其那佩刀，不像是侍卫平时所用的。我压下心中惊疑，转身走向朝阳。母后寝宫的侍卫极有可能与朝阳有关，若是有个万一，我全力制服朝阳，以他为质。朝阳一改先前的温和柔弱，笑得恣意张扬。母后似乎也发现了他的变化，但并没有在意。过了大约1个时辰，一名侍卫不经传召就走进了殿内。母后呵斥他退下，那人却不把母后放在眼里，笑着说：皇后娘娘莫恼，皇上一会儿就到。我不动声色地观察着周围，做出最坏的打算。母后呼唤左右，来人。然而除了那唯一眼熟的内侍颤颤巍巍地护在母后身边，其余无一人有行动。朝阳突然哈哈大笑，笑弯了腰。母后似乎是担心他吓傻，担忧地问：朝阳，你怎么了？朝阳挑眉，垂着眼皮子看母后，眼神轻蔑而狠厉。他冷嗤道：你的亲生女儿刚出生就夭折了，你的好宫女担心你难过，就把她埋在冷宫旁的枯井边，自己跳了那口枯井，和你女儿做邻居。母后瞪大眼睛，满脸的不可置信。朝阳，你不是就在这里吗？你有当时用来包着你的襁褓，太医验过血，你就是本宫的亲生女儿。襁褓是从埋你女儿尸体那里挖出来的，至于验血，太医早就被我们收买了。母后整个人无力地跌坐在椅子上，脸上血色全无。我也震惊不已。
这一段话本里没有。回想起父皇对朝阳的态度，我祈祷着父皇知道，早有准备。我想走过去安慰母后，可我现在必须待在朝阳身边，如此我才能有机会出其不意地用他当人质。母后懊悔不已，痛恨地瞪着朝阳，皇上一定会治你们诛九族之罪。朝阳笑得更加狂妄，他已经自身难保，那个皇位该换我们王爷来做了，而我将会是他的皇后。你是说顾斐？他只是王爷的幕僚。说完，朝阳忽然逼近母后，眼看着他要对母后不利，我迅速拔下头上金钗，抵住朝阳的喉咙。朝阳大惊失色，威胁我：招人，你敢动我一下，你就死定了。那就看看是谁先死。我咬着牙一字一顿地说，把金钗用力往前推了一点，朝阳的脖子瞬间流出血来。他吓得血色全无，说：别杀我，我可以保你不死。我瞥了眼那个侍卫，他确实紧张地看着我们，但却似乎并不关心朝阳的死活。我心里一个咯噔，只怕这个人质没多大用处。就在我走神之际，朝阳突然抓住我的手臂，与我动起手来。金钗划破皮肉的声音响起，划破了朝阳的脸，也割破了我另一只手的手背。侍卫急步上前，我连忙护到母后身前。然而那侍卫却是制服了朝阳。朝阳大声诘问：你干什么？反了吗？反了的是你们。侍卫将他按在地上，让他动弹不得。我稍稍松了一口气，大概也许我猜对了，父皇早已有安排。这时厚重的脚步声由远及近，程子尧首先冲了进来，目光落到我受伤的手背上，瞬间眼神冷冽，想要吃人一样。我把手背往身后藏，母后在我身后轻轻捧起我的手，哽咽道：招人，母后有眼无珠，识人不明，让你受苦了。我鼻头一酸，弯着眉眼故作轻松，没关系，儿臣能理解母后。程子尧向母后施了一礼，而后径自帮我包扎手。父皇迟疑不过来，挥手让人把朝阳压下去，而后安抚母后。他说，自朝阳进宫后，他派人仔细查过他的底细，意外地发现了汝阳王意图篡位之事，也得知了真正的朝阳早已夭折。我知道这是父皇觉醒后知道的事情。那话本子真的还有后续内容。母后劫后余生，但得知亲生女儿夭折，不免伤心落泪。父皇却神神秘秘地说，皇后先别难过，有个意想不到的惊喜。说完，他打了个手势，一名老嬷嬷蹒跚走进殿内。母后仔细瞧着，认出了她。她是母后的乳娘，早已出宫。她跪在母后面前，老泪纵横，语出惊人：娘娘，老奴对不起您。当年您生下小公主后，老奴把您生的女儿和云珠的女儿调换了。云珠是老奴的侄女，唯一的亲人。老奴一时没经得住她的哀求，便答应了她。她生的那孩子没福分，换到皇后身边后，很快就夭折了。云珠就是我一直以为的生母，曾被父皇一夜临幸后而生下我的那个宫女。她产后大出血，自知活不久，便想把自己的女儿和母后的女儿调包，让自己的女儿以嫡公主的身份长大。一个母亲的临终算计，伤害了另一对母女。真相大白，我是母后的亲生女儿。汝阳王一伙人被诛后，限制父皇不能说某些事的那股不知名力量突然消失了。父皇说，在话本子里，我死后程子尧就造反了。说这话的时候，父皇怒目圆睁，咬牙切齿。昭人，你是不知道，程子尧那个疯子扬言要杀光皇室所有人来祭奠你，他灭了朕的江山。我翘起嘴角，心里被程子尧的身影填得满满的。突然想起一事，我问道，父皇为何同意儿臣和子尧赐婚？是不是发现他就是最好的驸马人选？朕见他对你情深意重，便对他说，你是朕最宠爱的公主，不放心把你交给他，除非他愿意服下毒药，每月不按时服用解药就会毒发身亡。父皇，我又震惊又着急，急得要哭了。父皇斜了我一眼，没好气地说，他服下的是朕平时里吃的养生丸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真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生气。转身，我便看见程子尧笑意盈盈地走向我，他满眼温柔，目光专注又认真。我又一次说服自己，
也罢，之前的事就不计较了。只要父皇母后好好的，只要我和程子瑶一直在一起就行。皇帝番外，一觉醒来，朕仿佛经历了一辈子。原来朕所处的是一个画本世界，在画本里，朕找回流落民间的嫡公主，赐名朝阳。朕和皇后被朝阳欺骗，误会昭人，不但疏远她，而且还把她远嫁异族和亲。异族暴乱时，昭人被杀，尸体被挂在城墙上暴晒了3天。虽然昭人让朕失望，但她毕竟也是朕的亲生女儿。朕恨自己无能，让女儿和亲，救不了她。这个时候，军队里突然出现了一名英勇的悍将程子瑶。朕很困惑，程子瑶之前去哪里了？他打退进犯边关的异族，不但杀了异族首领，而且还几乎屠尽异族所有人。比起打胜仗的喜悦，朕更加惊惧，对程子瑶起了防备之心。此子杀戮太重。后来的事情证明，朕的看法是对的。程子瑶造反了，他要杀光皇室所有人。他提着带血的刀闯进金銮殿，他的部下将汝阳王和朝阳、顾斐一起扔到朕面前，让他们说出所有的事情。原来朝阳是假的，是汝阳王早就发现朕的女儿已死，特意培养了一个细作送进宫。朕心痛不已。程子瑶杀了他们，他的部下又带过来2个人，这次是皇后和一位老人。皇后泣不成声，皇上，昭人才是我们的亲生女儿，是臣妾亲生的。朕的昭人啊，朕都做了些什么？朕看着满殿兵甲，心知自己已成亡国之君。迎着程子瑶狠厉的目光，朕再看了眼哭成泪人的皇后，终于闭上眼睛，准备受死。皇上，该早朝了。朕抽回思绪，一身冷汗。朕按照画本里的事情派人去核查，全部得到了印证。回想起画本里的世界，朕遗憾之事很多，最觉对不住的却是朕与皇后的亲生女儿昭人。朕迫不及待地想把真相告诉皇后，但是不论朕怎么说，皇后都听不到，或者应该说没有人能听到。朕说的话成了无声之言，朕写的字成了一团乱麻。幸好朕是皇帝，朕可以保护昭人，可以把所有最好的东西都补偿给他。为了避免程子瑶再造反，朕把他急召回宫，夺了他的兵权。朕发现这小子一点也不在意兵权，甚至没有上进心，他一心只想跟朕的宝贝女儿在一起。昭人这孩子，偏偏心里也只有他。朕试探程子瑶，答应把昭人许给他。为了娶昭人，他连毒药都敢吞。程子瑶就是个疯子。幸好一物降一物，在昭人面前，他温顺的就跟家猫似的。朕设下圈套，让汝阳王提前行动，将他们一网打尽。唯一的意外是，昭人和朝阳动起手来，用簪子划伤了自己的手背。伤口不大，程子瑶仍然像犯了疯病似的。看见汝阳王和朝阳在死牢里被折磨得不成人形之时，朕都有点于心不忍，想给他们留条活命了。啊呸，该杀还是得杀。事情解决后，禁锢朕不能说出画本之事的力量，在突然之间就消失了。那些困惑，朕也不想理了。看着朕的江山和清海晏，看着昭人与程子瑶伉俪情深，朕已经心满意足，此生无憾。全文完，达达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